我爸找的小三对我特别好，愿意给我掏钱，对我无所不依，所以在我爸妈离婚时，我果断选择我爸，并且拉着小三的手叫妈妈。我妈骂我是白眼狼，早晚有一天会后悔的。我笑了笑没说话，我早就后悔了，后悔前世没能让那俩人渣，跪地认错，付出代价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上高2时，我爸出轨被抓后，和我妈离婚了。我妈期盼地问我：茵茵，你跟谁？我瞥了眼人模人样的爸爸和妖娆妩媚的小三，甩开了我妈的手。我选爸爸，爸爸有钱。林阿姨让我玩手机打游戏，我当然选择跟爸爸了。所有人皆是一愣，我爸没想到我会抛弃对我最好的妈妈来选他。小三林雨不情不愿，我妈伤心欲绝。最后，我妈拿着离婚证和500万，头也没回地离开了家。我嘴角手心攥紧，前世的种种浮现在眼前。妈妈，别回头了，好好过你的日子吧，剩下的一切交给我，我会让这些人渣统统付出代价。我叫宋茵茵，3个月前我重生了。上一世我爸出轨女下属，为了让我妈净身出户，我爸早早转移财产。后来我爸执意离婚，我妈万念俱灰，没拿1分钱，一个人一天打3份工，辛苦供我上学。我爸在我冲刺高考时的背叛，让我受了很大的刺激，最后中了林雨母女的奸计，没考上大学，甚至得了抑郁症自杀。而我妈也随我而去，重活一世。我提前让我妈撞破我爸和小三的奸情，保留证据，提交法院起诉到一半财产，然后用我的狼心狗肺换取我妈的厌恶。没有我这个拖油瓶，我妈以后会过得潇洒幸福，而我选择独自留下，好好折磨伤害过我们母女俩的人渣。目送我妈走远后，我回头一把抱住了林雨。阿姨，以后你就是我妈妈了。林雨下意识想推开我，奈何我抱她实在太紧，她只能僵硬地附和着笑。我爸看着这一幕十分欣慰，我松开了林雨，朝他伸出手：妈，改口费拿来。林雨一僵，转头求救似的看着我爸。我爸此刻对我还有点愧疚之心，皱着眉冲林雨使了个眼色：该给孩子改口叫你妈，你该意思意思。林雨神色暗了一下，拿出手机转我1000块。我不乐意：妈，太少了，再多给点。他站在那一动不动地盯着我，我就在那一遍一遍叫妈妈妈，声音一声比一声大，是要惊动整片别墅区。我爸被我吵得头疼，怒拍桌子大吼：转5000，立刻转，抠抠搜搜，我差你钱了吗？林雨吓得一哆嗦，立刻赚了我5000块。看他一副大出血后敢怒不敢言的样子，我顿感身体通畅，恶心到他，我舒服了。接下来的1周，我都在搜刮林雨的钱。YSL 口红礼盒、名牌包包不错，我直接拿走，挂在二手平台。游戏皮肤要买，赚1万；手机、电脑、卡顿，转3万。林雨不给我就翻脸，骂他表里不一，虐待我，威胁说要向我爸告状。林雨和我爸到现在都没领结婚证，他还不敢和我撕破脸，只能忍着我，天天打碎牙齿混血吞。短短1周，我从他手中一共搜刮出5万块。我看着手机余额，乐得开花，转头拿来炒股。上一世我也早早炒股，只不过后来玩物丧志荒废了，如今有了前世的记忆，炒股发财易如反掌。今早林雨一反常态，故意在我面包上抹了蜂蜜，我蜂蜜过敏，他必定在故意挑衅我。被我发现后，他竟示威般地勾了勾唇，
眼底毫无愧意。他这样猖狂，是因为我爸终于答应去和他领结婚证了。我出奇的没生气，低头沉默掩饰眼底的笑意。林宇却以为我怕了，得意极了。可他不知道，我重拳出击，趁他不在时找我爸促膝长谈。爸，我觉得你领结婚证这事可以缓一缓。我爸却一脸不满。茵茵，爸爸知道你心中有怨气，可我已经和你亲妈离婚了，你也改口叫林宇妈妈了。以后只要你乖乖听话，爸爸会给你在这个家留一席之地的。我在心底冷笑，正色道：爸，我这么做全是为你着想呀，你等新妈妈怀上男孩再领证也不迟呀。我爸做梦都想要儿子，前世也是林宇先有了儿子，我爸才开始转移财产逼我妈离婚的。如今我爸和林宇勾搭在一起没到1年，我赌我爸目前对林宇感情还不深。果然我爸迟疑了，我紧接着劝说，新妈妈哪点都好，就是35岁，年纪有点大了，早就过了最佳生育年龄了，不知道她还能不能给您生儿子呢。说到这，看我爸的神情，我就知道他懂我的意思了。第二天，我目送着林宇眉飞色舞地叫我爸出门领证，然后又眼睁睁地看着他红着眼回屋嚎啕大哭。最后当然是结婚证没领成。为了弥补林宇，我爸将我从最大的房间赶了出去，重新布置给林宇的女儿宋美美。是的，虽然小三林宇还没真正和我爸领结婚证，但他的女儿早就和我一样随我爸姓宋了。在我收拾房间时，我爸摸了摸我的头，虚伪笑道：茵茵，你在这个家享受了这么久，但妹妹什么也没有，你就把大房间让给她好不好？我瞟了瞟故意留在角落里的不起眼闹钟，佯装乖巧的点头。我爸见我这样识趣，很满意，把之前废弃的小房间装饰了一番给我用。为了欢迎宋美美，我爸特意买了条价值5万的项链作为见面礼。1周后，林宇把女儿宋美美从乡下接了回来。此刻她站在我面前，看向我爸，甜甜地喊：爸爸好。我爸将礼物递给她，一脸慈爱：美美呀，这是爸爸的见面礼，希望你能喜欢。宋美美双眼放光，声音更加甜腻：谢谢爸。我爸摸着她的头说：这条项链很衬你，今天咱一起去吃西餐，你带着它一定会惊艳全场。宋美美更开心了，瞟了我一眼，眼底的挑衅压都不住。我主动拉着她的手，温柔开口：姐姐也有礼物要送你哦。紧接着，我拿出一条9.9元包邮、红绿相间的加肥连衣裙递给她：妹妹，你一定很喜欢吧？宋美美看着裙子，表情瞬间僵硬，手蹲在那不动，神情满是不愿。我佯装委屈：怎么，妹妹不喜欢？这是我特意省下早餐钱给你买的，我还从没对人这么好过呢。宋美美咬着嘴唇，看向他妈林宇。林宇刚想开口，我就拼命跺脚看向我爸：爸，你说新妹妹特别喜欢我，可我送的裙子她都不要，我就是个没娘的拖油瓶，连家人都不喜欢我了。我要给他们母女俩一个狠狠的下马威，才能完成我的计划。所以我开始发疯，一边到处乱跑，一边大喊：有了后妈就有后爸，没人疼没人爱，我是地里的小白菜，这附近住的都是大老板，大家基本都有生意往来。我这么不顾形象，要是把事情闹大，让所有人都看了笑话，我爸必定会颜面扫地。不出我所料，他果然紧张起来，从我手中一把夺过裙子塞给宋美美：姐姐的一片心意，送你你就拿着。可这就完了？怎么可能？我继续火上浇油：妹妹今天就穿我送你的裙子吧，
让大家知道咱姐妹感情有多好。宋美美下意识想拒绝，却被我爸打断。茵茵说得对，去，赶紧换上。最后，宋美美被迫穿着乡土气息浓厚的廉价花裙去高级餐厅吃饭。餐厅里的宾客非富即贵，每个人都是盛装打扮。宋美美穿这一身出现，立刻引来众人异样的目光。她们母女俩坐我对面，后槽牙都快咬碎了，刀叉磨在餐盘上滋啦作响。我却兴奋极了，让服务生给我们照了一张全家福。后来我将这张全家福洗成最大尺寸，每人房间各挂一张，醒目极了。自那天后，林雨母女俩彻底和我结仇。林雨也意识到了她在我家的地位，更加急切地想要一个儿子傍身。好母凭子贵，她开始服用各种求子秘方，每晚缠着我爸。家里隔音不好，她和我爸房内传来的大胆声音，任谁听了都会脸红耳赤。而我天天变招法，给他找不痛快，刺激他，让他求子更迫切，让他为了求子越加嚣张地做出突破底线的危险行径。毕竟天若欲其亡，必先令其狂。这天，小三林雨做了2菜1汤，菜和肉我一口不吃，只吃白米饭。林雨见状，忙夹了1筷子红烧肉给我。茵茵，自己家客气什么？吃点肉呀！宋美美更是挑衅地啃了2块红烧肉附和。对呀，姐姐，千万别跟我们客气哦。我夹起林雨给我的红烧肉，放我爸碗里，笑他俩。我不是不吃，是省给我爸吃。我少吃1块肉，我爸就多吃1块。接着我对宋美美嗤笑，真是养不熟。爸爸工作一天累得很，回家当然要多补补了。谁曾想你只顾着自己吃，丝毫不知道孝敬长辈。话音刚落，宋美美和林雨的脸色齐齐一变，他俩举着肉都不知该不该咽。我爸一向大男子主义，以自我为中心，我这番话很合他心意。他颇为满意地看了我一眼，而后冷脸看向林雨。我每月给你的2万块生活费你用哪了？做这点菜都不够孩子吃。茵茵懂事，还知道省给我，下次每餐必须4菜1汤。茵茵妈之前就这样。小三林雨听他提到我亲妈，面色更僵了。他委屈解释，我下班一回家就要做饭，每天很累的。我爸把筷子重重一放，那就把工作辞了，我又不是养不起你。林雨嘴唇颤抖，低头不再辩解，但他到底没敢辞去工作。这个人精，没领结婚证他哪敢辞职？所以每天一下班，他就忙前忙后料理家务，准备饭菜。看他吃瘪，我还要火上浇油。妈妈，我这衣服是纯棉的，需要手洗哟。家里的窗帘落灰了，那是意大利手工制作的，也需要您亲自动手哦。这毛毯需要用专业的刷子去清理污垢，既要弄干净，又不能破坏材质。林雨实在受不了了，跟我爸提出请保姆。趁我爸犹豫时，我就立马否决了。爸爸，这些家务我妈之前都是自己干的呀，新妈妈也一定可以。你做生意处处都需要钱，能省则省。我爸被说动，直接回绝了林雨招保姆的请求。如今林雨累得瘦了一圈，脸色蜡黄，在吴刚进门时美艳狐狸精的模样。不出我所料，他被逼得更加疯狂了，铤而走险，开始找道士服用来路不明的符水求子了。我见他这样，乐得天天做梦都能笑醒。只是没想到有一天，我妈还会再给我打电话。茵茵，你过得还好吗？妈妈当时气昏头了，你明明是重情义的孩子，不可能变成那样。我妈声音里满是愧疚。1个月过去了，她终于缓过劲来了。
我心脏一痛，安慰她：妈妈，我现在过得特别好，放心吧，你也要开开心心的生活。妈妈如今重返职场，逐渐变回了结婚前独立优秀的女人。她还让我去和她一起住，我回绝了，却没有解释，她也没再追问。在电话那头沉默2秒，最后说：茵茵，你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妈妈早晚有一天会让那个人渣痛哭流涕，磕头认错的。我点头称好。我一直知道妈妈是个不服输的女人，如果不是怕伤害我，前世她不会那样轻易放过我吧。我抬头望向远方，很快黎明就要战胜黑暗了。转眼到了开学，我爸帮宋美美办了转学，还特意跟我在一个班级。她比我大1岁，但和我一样也在上高2。上学前，我爸叮嘱我：茵茵，你是姐姐，要多帮衬美美。前世她也是这么嘱咐我的。她背叛了我和我妈，却还敢舔着脸让我照顾小3的女儿。那时我对宋美美更恨了，加上宋美美故意挑事，气得我在班里直接跟她开干，却又不愿公开说她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。所以大家都觉得宋美美是个无缘无故就被我欺负的小可怜。大众总喜欢同情弱者，所以这一世，我决定在外人面前示弱，走宋美美的路，让她无路可走。我十分郑重地看着我爸：没问题，我一定好好照顾美美。我爸欣慰地笑了，错过了宋美美眼底一闪而过的阴毒。开学第1天，班主任带着宋美美走进教室，如前世一样，宋美美一出现，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，捧她为女神。那时我刚经历父母离异，又受到小3女儿的处处打压，情绪越来越暴躁，不自觉陷入她给我设计的陷阱里，最后被同学们彻底孤立，自暴自弃，死相凄惨。如今重活一世，布局的人可要对调了呀！这一次，我绝不会让她有翻身的机会。宋美美今天打扮得比前世还要精致，亭亭玉立。我听到几个男生直接大声讨论：哇，她长得这么漂亮，一定能成为咱班的新班花，班长的班花地位不保了。宋美美得意地看了我一眼，温声细语地开始自我介绍：大家好，我是宋美美。就是现在，我叔弟站起身，还没等宋美美说下一句，立马抢先开口：同学们还不清楚吧？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宋美美是我的新妹妹，麻烦大家以后多多照顾她。老师同学全都一齐看向我，宋美美则脸色大变，满是惊恐。我声音温柔：美美的妈妈是我的新妈，最近刚带着小妹进我家，爸爸和我都很喜欢她。整个教室瞬间安静了。同学们一直知道我是独生女，如今突然多个妹妹，还有新妈妈，答案不言而喻。这个消息着实重磅，大家看向宋美美的眼神意味深长，起哄的男生也闭紧了嘴巴，不再敢多说话。班主任尴尬地看了眼宋美美：好，大家就多多照顾新同学吧。宋美美还想作妖，走到刚才夸她最猛的男生旁边，假装不小心绊了一跤。可那个男生当时夸她有多卖力，现在就有多冷漠。见她摔跤，一个眼神都没给她。没人敢跟小3的女儿扯上关系，尤其是贵族学校，大家最重视脸面。宋美美茫然地跌坐在那，环视一圈，没有一个人帮她，她只能悻悻地自己站起来，回了座位。趁没人注意时，恶狠狠瞪了我一眼。下课后，我的座位就围满了同学，他们满脸关心地问我：茵茵，美美她妈是小3吗？后妈虐待你，你是不是被威胁了？茵茵，你别怕，勇敢说出来，我们保护你。前世就是他们带头孤立我的，重活一世，他们又来可怜我。
我望着那一张张面孔，内心毫无波澜，只觉得可笑。不过如今我需要他们做我的刀，所以我瞥了眼有些紧张的宋美美，开始我的表演。我捂住嘴，伤心、绝望、恐惧、茫然4种神情一一在我眼底涌现。我咬着嘴唇，小心翼翼地看着同学们，没有，什么小三虐待，没有的事，你们别问了，否则今晚回家我就……我声音哽咽，适时停下，看了眼不远处的宋美美，没再往下说，留给大家想象的空间。茶香四溢，大家懂的都懂。午休时，趁我落单，宋美美来势汹汹地堵住了我的去路，表情阴狠。宋茵茵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居然敢当着全班的面造谣我妈是小三！我今晚就告诉爸爸，说你欺负我，侮辱我妈，到时候你这个贱人就要被扫地出门喽！我瞥了眼头上坏掉的监控，冷笑举起手，左右开弓，重重给了他2耳光。那2巴掌声震耳欲聋。宋美美被我打得嘴角渗血，我看着她前世没有过的狼狈样，出了一口恶气：你妈就是小三，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你妈既然敢当小三，破坏别人家庭，你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。这时正好有脚步声传来，宋美美眼睛恶毒一转，想如前世一样假摔，博取同情。前世我也像刚刚那般和她争执过，但她早有准备，故意假摔，污蔑说是我推的。老师和同学们虽然嘴上没指责我，但心底里认为我恶毒无比。自此，学校里再也没人愿意靠近我。这一次，我对宋美美笑了笑，紧接着抢先往后一倒，先她一步从楼梯上摔了下去，腿部剧痛，我疼得冷汗直流，可复仇的怒火却在兴奋地燃烧。我沉浸式地继续演戏，抱着大惊失色的她痛哭求饶：妹妹，你别打我，我求你了，你要什么我都愿意给你。你妈妈已经尚未成功了，我的亲爸爸也给你了，你就大发慈悲放过我好不好？我只想好好学习。我发誓，考上大学后就立刻搬出这个家，再也不会打搅你们一家人。卖力表演完后，我便两眼一翻，假装晕了过去。不出所料，我耳边很快传来同学们的惊呼声和老师打电话叫救护车的声音。得知我被宋美美推下楼，摔断腿后，我爸刚开始非常心疼我，前几天也装模作样的过来对我嘘寒问暖。他不仅当着我的面狠狠斥责了宋美美一顿，扣了她2个月的零花钱，还把她关了3天禁闭，让她在家反省自己的错误。期间，我爸还命令林宇每天1日3餐按时给我送来丰盛的饭菜，以弥补宋美美带给我的创伤。可林宇仅仅来送了3天的饭，就突然消失了。隔天，宋美美就发朋友圈晒出她和林宇还有我爸去吃大餐的照片，以及新到手的苹果手机。我打开监控一看，得知林宇怀孕了。她突如其来的有孕，不仅解除了宋美美的危机，并且让我爸成功地无视了我。更让她开心的是，她终于和我爸领证了。她开始得意忘形，每天在朋友圈发各种买的动态，炫耀富家太太的生活。我唯有冷笑，看着我妈给我发的微信，默数她之后的好日子。我在医院剩下的日子无人问津，出院都没人来接。宋美美猖狂极了，特意发了几条唯有我可见的动态刺激我。我反手将她这些动态截屏保存，也发了朋友圈。宋美美怕是忘了，我是班级里班长，班里所有同学的微信我都有。我配文：好羡慕妹妹呀，即使犯了错，爸爸也不舍得惩罚她，还给她买这买那。
而我只能孤零零地躺在医院里饿肚子。3分钟后，我的私信炸了，我收到了无数同学们的关心问候，以及对宋美美和我爸行为不满的言论。同学们对宋美美的不满达到巅峰，宋美美以为刺激到了我，不知道是把自己推向另一个深渊。我一个人一瘸一拐地回到家，我爸才想起还有我这么个病患需要照顾，他愧疚地看了我一眼，请保姆给我熬了一碗大骨汤，给我送进房间。期间，林雨抚摸着肚子，高高在上，抬着头看着我，满脸自得，如同一只斗胜的母鸡。我微微一笑，看着他，说了句“恭喜妈妈”，便低着头回屋了。没一会儿，保姆就端了一碗大骨汤，重重地放在了我的面前，对我的态度十分敷衍，语气里充满不耐烦。汤我放这了，大小姐，没事就千万别喊我。滚烫的汤汁溅了我一手，白皙的手背迅速有几处红了起来，我却没什么反应，转手从包里拿出2万块递给他。之前投入股市的2万块，如今我赚得盆满钵满，短短一段时间已经从2万块涨到10万块。如今我的小金库很充实。保姆看见2万块，眼睛一亮，旋即又像是想到什么似的，后退了2步，一脸狐疑地看着我。我满脸笑意，语气里带着丝丝蛊惑道：“你一个月工资多少？2万。我也给你2万，麻烦你做件非常普通的事。”保姆沈默，脚步没动。我妈妈怀孕了，金贵得很，需要进补，可偏偏她又爱美得很，不愿意多吃好东西。我要求不多，你平时做饭的时候，不管什么昂贵补品，都往她的食谱里加，帮我好好照顾她，平时多多捧她肚子里是个儿子，尤其是在美美面前。我将2万块直接塞进保姆手里，保姆一听我的要求这样简单，瞬时高兴起来，忙点头答应：“好的好的，大小姐。”刚刚对我爱答不理，如今钱一拿就叫我大小姐。我微微点头，这样拜高踩低的保姆我非常满意。我在家又休养了3天，就回到了学校。宋美美在学校里的名声彻底臭了，没人愿意跟她做朋友。她梨花带雨地跑回家跟林雨诉苦，林雨反而对她不再像以前那样上心。林雨如今满脑子都是自己的儿子，哪有时间管他？与此同时，这小三也开始对我动手了。他很聪明，没有像其他继母那样明着打压陷害我，而是选择捧杀我。之前我就在他面前表现过爱打游戏买皮肤，以前让他掏钱给我时，他还不乐意，如今他却拼命给我转账，哄着我买。茵茵，最近看你怎么不跟妈妈要钱打游戏了？来，转你1万块去玩吧。妈妈看你这手机玩游戏太伤眼了，给你买了 iPad， 明天就到。林雨一边吃着各类补品，一边笑眯眯地给我转账。我如他所愿，开心欢呼，拿着手机跳起来大笑。哇，妈妈好大方，好开心，爱你爱你。宋美美在一旁定定地盯着林雨，一脸期盼，而林雨却只是转过头，不冷不淡地瞥了她一眼，随即厉声呵斥：“吃完饭了吗？回去写作业去。最近忙成绩下降那么多，你学习成绩不好，以后怎样辅导你弟弟？废物！”保姆和我对视一眼，也开始煽风点火：“夫人别生气。2小姐就是一时失误，您肚子里的小少爷叫我看，以后就是文曲星下凡，哪还用辅导？以后就是天才。”保姆的话虽然恭维意思明显，但却正中林雨下怀。林雨一听，顿时心情好了不少，又多吃了1碗燕窝。宋美美看到眼前的这一幕，气得发疯，将碗重重扔在地上，
摔门跑回了房间。我看了眼监控，他在房间里将书本作业撕了一地，哭得伤心欲绝。我冷眼看着眼前一幕，偷偷又给保姆加了1万块现金，并嘱咐道：从今天开始起，打压宋美美，她的衣食起居全部按最低标准来。自此后，宋美美在家就开始过上了水深火热的生活。保姆处处对她的轻慢嘲讽，林雨日日挂在嘴边的儿子，平日里对我的纵容，还有学校同学对她的厌恶，以及我每日在她面前买的各种昂贵物品，都让她的情绪在一点点崩溃。今早当林雨命人把我爸之前送给宋美美的首饰拿走时，宋美美终于彻底爆发了。她冲宋美美大吼道：妈，你为什么拿走我的宝石项链？那是我最喜欢的首饰。林雨低头斜着眼看了宋美美一眼，举起手来就给了她一巴掌。什么你的？你以后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弟弟的，你弟弟需要一副金手镯，那你那个项链换正好，冲我嚷嚷什么？没教养！说完，林雨就开始拿着手机挑选最新的手镯的花样，丝毫没注意到，在他低头的瞬间，宋美美望着他肚子时阴寒的目光。我见时机差不多，跟我爸提出要去住校。宋美美准备对林雨动手了，我不想被波及到，躲得越远越好。再说，如今已经高3下半学期了。我需要一个绝对安静的环境学习。我爸听到我的要求后，下意识地松了口气。我的离开可以让他更好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，他万分乐意。他赚了1000块生活费，假模假样嘱咐我好好照顾自己，便不再多言。住校后，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，1分钟恨不得掰3分钟花。短短1个星期，我就刷了20套卷子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第1次模拟大考试，我考了全班第10，全校前50。班主任看到我的成绩后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狠狠地表扬了我一番。宋茵茵，继续加油！照你这个趋势，考上重点大学一点问题没有。我拿着成绩单，很受鼓舞。正要打电话跟我妈通报好消息时，我爸的电话突然打了过来。茵茵，你快来趟医院！宋美美突然发狂了，她往林雨的肚子死命踹去，孩子没了。我从保姆空中得知了整件事情的始末。宋美美逃课多天，学校给林雨打了电话，林雨非常愤怒。在宋美美晚归后，堵住了她，和她在房间里大吵了一架，说要把她送去乡下，免得在这丢人现眼。这句话触碰到了宋美美最后的心理防线，她把林雨重重推倒，拿脚狠狠踹在了她的肚子上，任林雨怎样哭嚎，她也不停止手中的动作。我爸在外应酬不在家，保姆有我的吩咐，自然不会上前拉架。林雨的孩子就这样彻底没了。我赶到病房的时候，林雨正带着呼吸机，虚弱地躺在病床上。几个月不见，他胖了许多，肥肉堆在身上，让整个人看起来臃肿不堪。如今没了孩子，脸色苍白如纸，如同一条将死之鱼般，张着嘴在那喘着粗气。而宋美美此刻正跪在我爸面前，拼命哀求着：爸爸，求求你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放过我吧好不好？别报警，报警我的未来一切都毁了。我爸眼底半分同情也无，直接抬手给了他重重的一巴掌。白眼狼，我供你吃供你住，你却杀了我儿子，放过你？做梦！警察马上到，你就等死吧。他话音刚落，屋里就进来了2位警察，要把宋美美带走。宋美美看到警察崩溃大哭，嘴唇颤抖地伸出手朝林雨的方向伸过去。妈妈，我错了，
我再也不敢了，救救我！”林雨眼底松动了几分，手指抬了抬，却被我爸大声呵斥道：“林雨，你要是敢替他求情，我立刻跟你离婚！”林雨吓得一抖，立刻没了动静。我勾了勾唇，冲宋美美做了个口型，一路走好。宋美美突然如同发疯般想要朝我冲过来撕咬我，却被警察强行压着离开了病房。宋美美因为已经成年，我爸又恨极了她，请了最好的律师打官司。宋美美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，她的一生彻底完了。宋美美的入狱并未让林雨有太多的悲伤。出院后，她就开始拼命调理自己的身体，想要再次受孕。可是我爸对她的态度却不能不热的。林雨因为进补过度，如今已经胖到了200斤，没了孩子，肚子上包着一圈松松垮垮的肉，又因为喝了太多求子的秘方，脸上如今开始长起了黄斑，整个人奇丑无比，脾气也越发暴躁，和我爸见面就吵。我爸对越发他厌恶无比，两人如今哪还有之前的浓情蜜意，每天过得鸡飞狗跳的。没过多久，更坏的消息来临，我爸他破产了，留下的近1000万的债务，把房子卖了，还差300多万的债没还。林雨得知这个消息后，当场哭得几次晕厥了过去，被我爸狠狠踹了几脚，踹醒了。丧门星，别装死，起来干活，一起还债，否则我撕了你，信不信？林雨捂着脸痛哭，怨恨地看着我爸。他为了能和我爸领证，拼命吃药怀儿子，没想到最后儿子没了，身体垮了，领了证还要一起还债，何其可笑！林雨自此陪着我爸开始了苦逼的打工生活，捡破烂、收废品、送外卖，身体更差了，听说都开始咳血了。而我爸也在短短的几个月当苦力当中受脱了刑，乍一看像是老了20几岁，几次跟我打电话都只有哭诉：“茵茵，一定努力学习，1个月后考上好大学，帮爸爸一起还债。”我每次都是笑一笑，沉默不语。我妈给他下的套，为的就是套牢他的下半生，好好付出代价。我替他还债，真是做梦。高考后，我以本市最高分考上了北京大学。我妈如今已经成了大老板，她给我办了一场盛大的升学宴，邀请了我的老师、同学和亲朋好友们前来祝贺，一时间热闹非凡。我爸也来了，他本来想厚着脸皮跟我要奖学金的，可是等到他看见我妈递给他的名片时，我爸一瞬间全懂了。他终于明白自己公司破产是谁捣的鬼，他顿时朝我妈大骂：“贱人，是你搞的鬼！离婚我分你钱了，也替你抚养了你女儿茵茵，你怎么能这样狠心？”我妈冷眼瞧着他，一句话没说，直接招了招手，保镖立刻上前准备把我爸嫁出去。我爸看形势不对，又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拼命朝我妈磕头：“老婆，我错了，我立刻和林雨那个贱人离婚，你看在茵茵的面子上和我复婚吧。”随即我爸转头看向我：“茵茵，你快帮爸爸说句话呀，你把奖学金给我，我是你爸呀。”他的声音那样绝望无助，犹如前世的我一样。前世他带着所有家产抛弃我和我妈时，我也是这样跪着苦苦哀求他。他是怎么说的？“茵茵，爸爸要追求自己的幸福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”如今我把话还给他，我歪着头朝他笑：“爸爸，我考上大学了，有着光明美好的未来，要和妈妈追求我俩的幸福了，你以后好自为之吧。”我爸一动不动，傻愣愣地看着我，他好像明白了一切。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眼底最后一丝光熄灭了，他终于认清现实，彻底绝望了。
后来我进入北大，学习了自己喜欢的专业，一路念到研究生，最后成为了一名航天研究员。我每天的生活过得既忙碌又充实，而我妈也找到了自己的幸福。她和一名比她小5岁的叔叔结婚了，叔叔长得很帅，比我妈还有钱，是个标准的黄金单身汉。结婚后和我妈如胶似漆，你侬我侬，甜死我这个单身狗。而我爸，他倒是和林宇一起还清了债务，可林宇却在不久后检查出了肺癌晚期。林宇用了最后一口气把我爸杀了，然后自杀。我看着手机里的社会头条新闻，久久沉默不语。正好我的同事叫我茵茵，最新的研究成果出来了。我笑笑，好，等我过去。我放下手机，抬头仰望窗外的阳光，真好，一切都结束了，未来一切可期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